朋友们，大家好。说起 Anytech 这个来自新加坡的线材品牌，可能很多朋友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印象是价格不菲，然后才是精美的设计、优良的做工、优秀的佩戴感以及独特的音质表现。是的 ，Anytech 这些年来发布的线材，从1万多元的奥德赛到2万多元的第5宋，这是一条周年纪念款线材，再到4万多元的限量款 Lucia， 在价格方面是屡屡刷新了自身的记录。除了市售版本的线材以外 ，Anytech 也为市面上诸多耳机品牌设计了独特的配线，这其中包括爱立和、Noble、Forteas、Camper、AME 等等。所以 Anytech 的线材产品在品质以及做工上，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在我以为 Anytech 会推出一条2到3万，也就是第5宋的升级款。因为第5宋作为一条限量款的线材，已经是售罄的一个状态了，2到3万这个价位等于说出现了一个空白，所以 Anytech 如果说推出一款2到3万元售价的线材，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可以填补一下产品线的一个空缺嘛。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Anytech 反其道而行之，在发布了4万多元的 Lucia 之后，紧随其后的不是2到3万，也不是1到2万，更不是2到3千，而是1000元价位。而这就是全新的 Artistry 系列，这3款线材的价位从低到高依次是699元的 Modelo， 然后是999元的 Cartoni， 也就是这一条铜镀银的线材。这个系列当中最贵的一条也仅售1499元，这就是 Fresco， 一条铜镀锡的线材。前面咱们说的这3个价格全部都是固定插针版本，也就是可选 MM6 或者 Two Pin， 也就是 0.78， 插针是不可以更换的，所以咱们称之为固定插针。而如果说咱们在前面价格的基础上加上180元的话，那么您就可以获得 Versa 版本。Versa 版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更换插头了。线材的插头不再拘泥于 MM6 或者说 0.78， 而是可更换形式的了。通过 Versa 系统，您可以自由的更换为 MM6、0.78或者 PE， 并且原厂就标配了 MM6 以及 0.78这2种插针。如果说您需要 PE 插头的话，那么您需要单独再购买一对，但是这个价格也不会特别贵的。所以如果说咱们从可玩性角度出发的话，那么无疑是选择 Versa 版本会带来更丰富的可玩性。这意味着一条线材不再拘泥于1个接口了，而是拥有了3种接口。如果说您选择了 Versa 的话，那么可以兼容市面上90%以上的耳塞产品，并且同时还可以兼容森海塞尔的 RE200、RE300、RE600 以及 RE900 这4款耳机。因为这4款耳机的 MM6 插座设计的时候是有一点凹陷的，所以标准的 MM6 插头是没有办法连接森海塞尔的 RE 系列耳机的，必须要经过专门的设计才可以兼容 RE 系列耳机。而 Versa 系统的 MM6 就没有这个顾虑，全部都可以兼容。虽然在兼容性方面 Versa 系统做得非常全面，但是有一点您依然需要注意，那就是 Versa 系统可能在美观度方面没有固定插针来的那么的美观。原因就是 Versa 系统的这个外部插针啊，因为有一个帽的存在嘛，咱们需要把这个黑色的帽拧下来实现更换，所以说在直径上会比固定插针式的直径要大张一些。所以怎么选择还要看您怎么平衡美观度与实用性这2个方面。就我个人的一个需求来说，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Versa 系统，因为我自己耳机稍微有一点多嘛，所以 Versa 系统对于我而言可以算是一个刚需。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五金件。五金件也就是分验器以及插头这2个位置，3款线材的设计语言是完全一致的，都采用了深灰色的一个颜色基调。3款线材的分验器没有任何的区别，我相信这是出于成本的考量，毕竟您把3款线材全部都买一遍，加起来的一个总售价也就和拉斐尔差不多。而在线身的柔软度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3条线材都拿出来。大家可以看到3款线材在柔软度方面做的都非常的出色，所以如果说您觉得您耳机的原装线材有一点硬，或者说不是那么美观的话，那么在这3条线材当中选一条进行一个替换，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并且因为这3条线材都是2股的一个设计嘛，所以说不太容易缠绕。我知道有些朋友就是每次解耳机线啊都觉得特别的麻烦，而这3条线的话在这一方面不存在什么问题。正是因为2股的一个设计，所以线材本身在抗缠绕方面我认为做得非常不错。
您把线卷到位之后，只要不是这里面7道8道的啊，您只需要简单的抖一下线材就可以。大家可以看到，稍微一捋就可以了，而不会说缠的到处都是。我这里将线材绕一下，我这里就随便绕的。当然了，没有插耳机啊，插上耳机的话会稍微难解一点。但是我刚刚就随便绕的，大家可以看到，对，这样就可以了。聊完3款线材的一些基本特性，咱们简单说一下材料。首先是 Modelo， 大家忽略我的口音啊，因为这3条线材全部都是意大利语。这条 Modelo 是同轴结构，是的，今天这3款线材全部都是同轴结构。这条 Modelo 的话，内部的一个同轴结构是6N 铜加5N 铜所结合而成的。而卡托利的话，就是在刚刚铜材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层镀银的工艺，所以这也造成了外形的差异。卡托利的话会呈现一种银白色的基调。就颜值方面来说，卡托利可能是今天3款当中颜值最为出色的一款。接下来是 Fresco。Fresco 的话应用了一种业界不常见到的工艺，也就是铜镀锡。这种工艺我之前只在 Agoston 的 HS1900X 这款耳塞的原配线当中见到过。而在升级线方面就没有见到类似的工艺了，因为大家普遍都在追求不同的铜材质，比如说像 PCUHD、PCOCC、PC-TRAPC 以及无氧铜、单晶铜等等。此外还有各种合金、贵金属、油浸、石墨烯等等不同的工艺。虽然线材方面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工艺，但是铜镀锡是首次出现在 Anytech 的产品当中。前面咱们对3款线材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咱们就说一下3款线材的一个声音特点以及选购指南。首先，由于3款线材的零售定价都是相对入门的一个定位，所以可能有朋友会想，因为这3款线材的售价都不高嘛，同时产品的外形设计、做工以及佩戴感和柔软度，还有功能性方面都做得不错的情况之下，音质会不会就排在末位了，显得不是那么的出众了？对此，我的答案是，这3条线材的音质都是符合其价位的，甚至还略有超出。再结合咱们前面说的设计、外形、做工等等这些方面，这3条线材，咱们用超值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也未尝不可。那么千元价位的线材，咱们主要应用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有很多方向，咱们今天挑3个方面来简单的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比如说您的耳机是水月语的中章，这是一款单动圈的耳机，售价999元。您可能对于中章的低频抱有微词，想着通过线材对于这个低频以及人声氛围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可能看了一圈，线材的售价都超过了中章999元的售价。那这个时候我认为就是有一点得不偿失了，也就是酱油贵过鸡了。毕竟999元的耳机，咱们去配一个2000元的线，我认为是不太合适的。而如果说您选择了一款几百元的线材的话，那么极有可能跟原线的表现差距不大，那这个时候这笔投入我认为也是不值当的。所以针对1000元左右耳机的一个升级线，一直以来是市面上普遍缺乏的。而随着 Modelo 这一款699元线材的上市，我认为中章的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您完全可以为中章配上一条 Modelo， 这可以显著的增加一下中章的低音以及人声氛围，让中章听起来更加的有血肉感了，也更加的浑圆以及饱满了。而第二种情况，一直以来也普遍有朋友反馈，那就是对于原线的音质是满意的，但是原线的颜值不太美观，并且原线还显得有些硬。那这个时候将原线进行一个替换也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原线偏硬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挺多的。比如最近非常火热的水月语 AA24，我就遇到过有朋友反馈说原线虽然音质不错，但是实在是有些硬了，想在1000元价位寻找一款合适的线材来进行一个替换。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选择这么一条卡托利就非常的合适了。卡托利就我听下来的一个感觉，并没有改变耳机太多的原有风格，而是更为贴近原汁原味的一个表现。耳机原来是什么风格，搭配卡托利之后依然可以保持，只是在声音的空间感以及高频方面会有一定的提升。但是卡托利的颜值以及柔软度，可以说比起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原线都是要更为出色的。所以如果说您希望有这么一条线材不会改变耳机原有的风格，那么这个时候卡托利就是非常合适的了。当然了，如果说您不希望仅仅是平替，而是希望将 AA24 的潜力充分发掘的话，那么我会更乐意推荐拉斐尔给到您。这套组合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选择。拉斐尔将 AA24 的3频线条打造得更加的圆润，更加的细腻，同时3频之间的一体感比起原线来说也提升了很多。
听起来3屏中间没有断层，而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听觉感受。前面咱们说了2种情况，还有第3种，那就是原配线材损坏或者说老化，这个也是咱们日常见的比较多的。这里咱们简单的举2个例子。首先第一个就是森海塞尔的 IE 系列，就像咱们刚刚说的 IE600、IE900。IE600 和 IE900 虽然原配线材比较多啊，但是原配线材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经常会出现单边接触不良的问题。第二个是森海塞尔在 IE 系列线材的耳挂处添加了一根铁丝，而这根铁丝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伴随着多次弯折之后，那么这个铁丝必然会断裂，所以接触不良加铁丝断裂，让森海塞尔 IE 系列的原线显得有那么一点脆弱。尤其考虑到 IE600 与 IE900 已经上市有好几年了嘛，有很多朋友的线材已经过保了，并且这其中接触不良还可以保修，而铁丝断裂是没有办法保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必要对 IE600 这根略显脆弱的原线进行一个更换。那这个时候 Flasco 这根线我认为就非常的合适了，因为 Flasco 这条线材是同路系的一个关系啊，所以声音的2端会打得更开，尤其是低音的泛音以及亮感会比原线有一个显著的增强。同时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有很多朋友之所以选择 IE600，是看中了 IE600 的佩戴舒适度，在将舒适度作为前提的情况之下，可能有朋友担心更换一条升级线会不会降低我们的佩戴感。那我的答案是不会，因为就像咱们前面说的，这3条线材的柔软度以及重量，我认为都不会给我们造成太多的负担。所以原装线材的重量如果您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相信这3条线材的重量也不会给您构成太多的烦恼。除了线材损坏以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线材老化。我们知道市面上大多数耳机的原配线材都是无氧铜材料的，那一旦用了铜这种材料，那么会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时间长了之后，线材可能会出现发绿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认为也可以针对原装线材进行一个替换或者说升级。好，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3款线材各自的特点。首先是 Modelo。这条线材对于耳机的动态、低音以及氛围，我认为是有着显著的增强的，特别是生产的规整度，搭配 Modelo 之后会变得更加的规整，也变得更加的健康。而卡托尼的话，这是一条几乎不会修饰耳机原本音色的线材，但是在声音的高音以及层次感方面又有着一定的提升。所以如果说您不希望一条线材对耳机原本的音色改变太多的话，那么卡托尼我认为是非常合适的。最后是 Flasco。Flasco 正如前面所说，这是一条同路系的线材。这条线材最大的特点就是2端延展打得非常的开，所以如果说您觉得您的耳机缺少了一些动态起伏或者说声音张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 Flasco 是非常合适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声音2端给拓展一下，从而获得更多的声音能量，听起来也就具备了更多的动态与张力了。当然了，其实以上说了这么多，本质上面都是绕不开2个字，那就是变化。更换线材、更换耳套、更换播放器，本质上面都是给我们 HiFi 带来一定的改变或者说升级。正是这些细节或者说周边的改变，才让我们聆听音乐的过程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的 HiFi 体验变得更为丰富，也更为有趣。好，本期咱们针对这3款入门线材的简评就做到这里了。如果说您对于这3款价格入门、音质、设计、做工却不入门的线材有兴趣的话，那么您一定要带上您的耳机到咱们原声带的门店来实际的试一下，看看这3款线材搭配上您的耳机之后会产生怎样的魔法效果。好了，最后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